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我觉得超级有趣，而且可能会让你脑洞大开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人类的观点真的就是宇宙中唯一重要的吗？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要换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就是从动物的视角出发，去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想法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中引发了非常非常深刻的辩论。好，我们今天的思想旅程路线图大概是这样。我们会先从古希腊的一个简单观察开始，然后呢，我们会直接跳到古代中国，看道家大师庄子是怎么把这个问题升级成一个超级烧脑的哲学论证。接着，我们会看看西方的思想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什么样的逻辑陷阱。然后，重点来了，我们会去到10世纪的伊斯兰视觉，在那里找到一个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最后，我们会带着这个新观点回到庄子最初的那个谜题，看看能不能给出一个全新的解答。好，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这趟精彩的旅程。好，第一站呢，我们先从一个最根本也最直接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其实你我每天可能都在无意识中替自己做出了回答。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类觉得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我们的偏好，甚至是我们对这个物理世界的感知，会不会其实都非常狭隘？这个问题可不是现代人吃饱太闲才想出来的哦。早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有哲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好，我们来看看这句来自古希腊的名言，这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长篇。表面上听起来这根本是废话，对吧？驴子当然想吃东西啊，黄金又不能吃，这有什么好讲的？但是这句话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怀疑主义思想。你想想看，我们人类文明花了多少心力在开采、提炼、打造黄金，甚至为了它发动战争。黄金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价值的终极象征，但是在驴子的世界里，它的价值竟然不如一把可以吃的草料，甚至是不如它眼中的垃圾。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根本不普世，它只是我们这个物种自己定义的一个非常狭隘而且武断的东西呢？赫拉克利特还举了其他例子来强化这个观点。他说，海水对鱼来说是赖以为生的甘泉，但对我们人类来说却是致命的毒药。猪觉得在泥巴里打滚是无上的享受，但我们却避之唯恐不及。这些观察其实就不断在挑战一个我们根深蒂固的假设，那就是人类的视角真的比其他动物的视角更高级、更正确吗？还是说我们只是刚好是这个星球上声音比较大的物种而已？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零散的观察，那还不够深刻。接下来，在古代中国，有位思想家把它推到了哲学的极致。好，我们把场景转到西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的经典庄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把这种视角差异的怀疑主义思想系统化成一个强而有力，而且几乎无法反驳的哲学论证的文本呢。提到庄子，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他最有名的那个庄周梦蝶的故事，对吧？我到底是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自己变成人的蝴蝶？这个问题本身就完美地设定了庄子哲学的基调。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到底有多可靠？我们凭什么这么确定我们现在醒着的状态就一定是真实的？重点来了，庄子其实是提出了2个层层递进的怀疑论证，来彻底挑战我们自以为是的知识体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里的逻辑比较复杂，大家可以跟着我放慢一点脚步。第一个叫做不可判定性的难题。这个概念其实很好懂，庄子在书里是这样论证的。他说，假设我跟你辩论，意见不一样，那我们要找谁来当裁判？如果找一个跟你意见一样的人，那他都已经认同你了，怎么能公平评判呢？如果找一个跟我意见一样的，那也不行啊。那如果找一个跟我们2个意见都不同的人，他既不认同你，也不认同我，那他又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们呢？所以结论就是，
只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就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绝对客观的裁判。这个论点用在人跟动物的争议上就更明显了。回到刚刚的例子，人类觉得黄金有价值，驴子觉得垃圾更有价值，谁对谁错？你要找谁来当裁判？找一个人类法官吗？那当然是判人类赢啊！这就是不可判定性。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庄子提出了第二个难题，比第一个又更进一步，叫做不可知性。这个难题是透过他跟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一辈子的辩论对手惠子，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来呈现的。这段对话真的非常精彩，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我们最后还会再回到这里。这段对话发生在好水的桥上，所以也叫濠梁之辩。庄子看到水里的鱼，有感而发，说：“你看鱼好快乐。”但惠子作为一个逻辑学家，马上就抓到了一个漏洞：你不是鱼，你没有鱼的主观经验，你凭什么断定鱼是快乐的？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提问，直接挑战了跨物种理解的可能性。庄子的反击真的非常巧妙，他没有直接回答惠子的问题，而是把惠子的逻辑直接应用回惠子自己身上。你不是我，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这一招瞬间就把问题的层次拉高了，从人与鱼的跨物种知识问题，直接升级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问题。惠子以为自己设下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陷阱，他说：“好，我承认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想法，但你也不是鱼，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所以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我的论点成立。”你看，这就是不可知性的难题。我们似乎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另一个生命的内在主观经验。比如说是鱼了，我甚至无法100%确定正在看影片的你现在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好，我们把庄子的这两个难题先放在心上，然后把我们的思想旅程快转几百年，来到西方世界。我们会发现，古希腊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也用了非常类似的论证来挑战人类中心主义，但他们却不自觉地掉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矛盾之中。我们来看看这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古希腊的怀疑论大师塞克斯土斯，另一位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家蒙田。他们两个都非常喜欢举动物的例子来证明人类的知识是多么有限和自大。他们的论证策略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在赫拉克利特和庄子那里看到的，也就是所谓的动物差异论证。动物的感知和偏好跟我们差这么多，我们凭什么说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但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这就是他们论证中的一个核心矛盾。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逻辑。你看为了让动物差异论证有说服力，他们的第一步，也就是前提一，必须要强调人类和动物是多么的不同，对吧？因为如果动物的感知跟我们一模一样，那就没有所谓的不同视角可以来挑战我们了，这是基础。但问题来了，当他们要论证为什么动物的视角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时，也就是前提二，他们却拼了命的去证明动物跟人类有多么的相似。比如说，塞克斯土斯会长篇大论的赞美狗是多么有逻辑，蒙田更是直接说人跟动物之间是平等的，动物也有道德和情感。你看，这个矛盾就出现了。你越是把动物描写的像一个有智慧、有逻辑的人类，你就越是削弱了他们视角的相异性，而这个相异性恰恰是你一开始整个论证的基础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逻辑困境。蒙田这句名言完美地捕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庄子的不可知性难题。我永远无法确定我的猫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有趣的是，这句话只是他文章的一个影子。在他整篇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里，蒙田其实都在列举各种证据，去证明动物在智慧、情感甚至道德上都跟人类不相上下，甚至超越人类。这就更加深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矛盾。他一方面用猫的不可知来质疑人类，另外一方面又用各种动物的可知的优点来证明它们跟人类一样棒。所以这个矛盾到底该怎么解决呢？答案竟然来自一个我们可能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西元死纪纪的伊斯兰世界。在当时的巴斯拉，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有一个相当神秘的哲学家团体，他们自称为清净兄弟会。他们写了一系列书简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一个寓言故事。故事的场景是一个法庭，原告是全世界的动物，被告是全人类，而法官是公正的精灵之王。
动物们控告人类剥夺他们的自由，要求独立。重点来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聪明，甚至可以说是天才的解决方案。动物们在法庭上的核心论点不是因为我们跟你们人类一样聪明，一样有逻辑，所以我们应该平等。恰恰相反，他们的论点是我们跟人类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跟你们完全不同。他们不追求基于相似性的平等，而是主张一种基于差异性的平等。每一个物种都是造物主独一无二的杰作，有其独特的存在目的与内在价值。这个观点真的非常高明，它彻底解决了西方思想家的矛盾。在亲近兄弟会书简的框架下，动物视角的有效性完全不需要依赖它们跟人类有多像。它们的奇特，它们的异类感，本身就是它们价值的来源。书里举了很多例子，譬如骆驼的长脖子在人类看来可能很滑稽，但对骆驼来说，那是完美的设计。我们听不懂的鸟叫，在他们的世界里，可能是对造物主最华丽的颂歌。这样一来，动物视角的相异性和有效性就不再矛盾了，反而完美的统一起来。它们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们跟我们不一样。好，在经历了古希腊、古代中国、文艺复兴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思想洗礼之后，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带着这个全新的武器，也就是从差异中寻求平等与价值的观点，回到我们最初的谜题——庄子和惠子的濠梁之辩。庄子最后这句回答，几千年来让无数的解读家伤透脑筋。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或者是一个辩论技巧，甚至有点耍赖。但如果我们用刚刚学到的新视角来看，或许能发现更深的意涵。这可能不是一个廉价的辩论技巧，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邀请。这可能是最终的解答。庄子最后的回应，并不是要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证明，而是在进行一次同理心和哲学想象力的实践。他其实在说，惠子啊，我们不要再纠结于逻辑了。我们两个现在不就站在同一个地方，看着同样的风景吗？从我们共同的视角看出去，你难道感受不到那些鱼的自在与快乐吗？他等于是在邀请惠子暂时放下逻辑的隔阂，尝试跨越主体之间的界限，去同理，去想象另一个生命体的感受。这也呼应了庄子另一个故事：一棵在木匠眼中无用的树，其实非常快乐，因为正是它的无用，才让它能免于被砍伐的命运，得以安享天年。这同样是一种深刻的跨越物种的同理心想象。所以这趟穿越时空的哲学之旅，最终把问题又抛回给了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是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立场的人，甚至是我们身边的动物、植物，我们是否曾经真正努力地用同理心去想象一下，从他们的视角看出去，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或许是庄子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对动物不同视角的观察出发，看到了这个简单想法背后巨大的哲学潜力。接着，我们看到庄子如何将其发展成不可判定性和不可知性两个深刻的怀疑论难题。然后，我们分析了西方思想家在运用这个论证时，如何陷入相似性与相异性的内在矛盾。而1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亲近兄弟会书简则提供了一个漂亮的解答：真正的平等源自于对差异的尊重。最后，我们带着这个启示重新解读庄子，发现他最终的答案不是逻辑，而是一种同理心与哲学想象力的邀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